将军要打发你去什么地方？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。明天，他会宣布我死亡的消息。那你岂不是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？你受得了吗？这是将军为保全我所想的办法。我不能辜负他的良苦用心。只是少峰，我要交给你3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帮我好好照顾我爹。我爹这个人做事莽撞，得罪了太多人，我怕我离开以后，会有人找他寻仇。帮我好好照顾他，留住他一条性命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第二件事，记得给我窗台上的花浇水，但是不能轻易挪动它们。我什么时候回上海，只要花还在，你就还是我兄。最后一件事，帮我归还翡翠屏风，但是不能惊动杜家的人。帮我把它存进花旗银行的保险箱里，再把保存的收据亲自交到玉婉的手中。我欠玉婉的实在太多了，不能再让她有任何的损失。翡翠屏风，这就是你提到的那个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对，这就是童玉婉最珍贵的一件嫁妆。天哪，这东西至少值50万大洋吧？就这样，白送给了周廷琛？我训练你这么久，你怎么还是藏不住你那下贱的表情？啊？永远都成不了清平。是啊，我从小吃不饱穿不暖，见到好东西，自然就喜欢。哪像人家清平，衣食不愁的，是喝露水长大的仙女。他恐怕连钱该怎么花都不知道吧？哎，干什么啊？既然你那么喜欢钱，那我就教你该怎么赚钱。上海分为租界、华界，而华界最大的商家就是杜家，他们旗下的厂房、商铺数不胜数，他们从不需要为钱发愁。如果你想过上奢华的生活，那就只有进入杜家。那黎少爷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进入杜家呢？等你学会冷静克制的时候。冷静克制？那么多钱，我哪冷静得下来啊？等你哪天不再张口闭口都是钱的时候，你就冷静下来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一定认真学习，不谈钱，绝对啊，不谈钱。这什么呀？鸳鸯蝴蝶派小说。哎，我现在没空看这些闲书。这不是闲书，你要变成里面的女主人公，把一见钟情当成你的信仰，把痴情柔弱当做你一辈子的事业。这些比一拖二摸三亲嘴还有用？赤裸裸的勾引对杜允堂没有用，你只有示弱痴情才能俘虏男人的心，尤其是杜允堂这种情种。早说嘛，这不就一个字儿，装呗。我现在啊，算是有点明白了。不过，黎少爷，那个翡翠屏风啊，你真的
就这么还给童家吗？当然要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我要让它变成一把捅向童玉婉的尖刀，让他痛不欲生。少爷，少爷不要再喝了，小心回家老爷也要训话了。训我？凭什么训我？现在3家碗具都已经开业了，二少奶奶每天都那么辛劳的去打理自己的生意，根本就不需要我。少爷，你是不高兴少奶奶在外面做事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每天那么忙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管别的男人。哎，少爷，我听说杀害许浩南的凶手已经死了，少奶奶喜欢的那个人也应该死了。沈之沛这种障眼法，只能骗到你这种人。我说那个周廷琛现在肯定是躲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地方，童玉婉找不到他，现在肯定着急，所以呢，就只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。少爷，你还真是少奶奶的知音啊！他呢，想了别的男人，我居然还无计可施。你说我算不算一个窝囊废啊？那还用说？当然窝囊。唉，看看这个。花旗银行的贵重物品保管单，翡翠屏风，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身上呢？这是我大哥托我保管的，但是呢，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些秘密。杜兄，我真的是替你抱不平啊！替我抱不平？这个是你家最珍贵的东西，但却落到了情敌的手里。杜兄，我不知道是你人太宽宏大量呢，还是童玉婉道行太深。我不许你污蔑我的妻子。童玉婉有外遇的事情，已经尽人皆知。你真的甘心忍下男人最大的耻辱吗？拿来，这是我大哥托我保管的，我不能失信于他。拿来。最好小心一点。少爷，你别再喝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大头说周少爷已经到了隐身之处，但是不能和外界联系，他已经平安了。谢天谢地，终于平安无事了。小姐，其实素汐并不担心周少爷，他可是杀手王大英雄，有什么难处过不去的。可是姑爷他就……姑爷虽然对你干了那么多坏事，可我觉得他心里比你更难受，只怕现在还在热锅上煎熬着呢。二少爷现在在哪里？顾飘来电话说，在夜总会又喝醉了。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小姐，姑爷是可恶，
他怎么着都不应该动手打你、侮辱你的。可是这些天，我瞧着他都不敢面对你，每天借着酒折磨自己，我心里就又原谅他了。男人因为吃醋犯点糊涂，总是难免的。还能天天去夜总会，逍遥快活，杜允堂不会有事。不过我真担心，他这么荒唐，会让公公婆婆添堵的。小姐，你就别嘴硬了，我知道啊，你心里还是有姑爷的。谁在乎那个小恶魔？去夜总会。小姐，你看那个是不是姑爷？哎，你有什么资格弹琴啊？啊！你根本就不会弹琴，你走开！走啊，滚！我来给你弹。允堂，允堂，是我呀。走了，咱们快回家了啊！哎呀，走了，走了，来，走了，允堂，走了。允堂，允堂，哎，走了，我们回家了啊！你真的愿意跟我回家吗？当然。好了，别闹了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啊。玉婉，我有一件很正经的事情，想求你帮一个忙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愿意。有话回家再说吧。我呢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我需要一笔很大很大的资金，你能不能把你的翡翠屏风当了，把那些钱给我？啊，云堂，别的都可以，翡翠屏风不行。别的我不要，我要的只是翡翠屏风。你刚刚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？怎么现在又不行了？我知道，你一定是舍不得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舍不得。那是什么？啊？回家再说。回家我放手！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里说？要是你那么清白的话，你什么都没有做错的话，有什么不可以在这里说？不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说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说，哎，小心！我跟你说，翡翠屏风，我送给了一个遭遇危难的朋友。但你要相信我，我是问心无愧、清清白白的。一个朋友，我是童家的女婿，我连看一眼都没有看过。你问过我吧？你连问都没有问过，你就送给你的朋友，还说你是清清白白、问心无愧。杜运堂，你说过的，以后不管我说什么、做什么，你都相信我。你说过的。后来呢？
对我做了些什么？我又做了些什么？我们之间的信任刚冒一次头，就给毁了！允堂，我们之间的信任还能回来吗？能回。如果你愿意把周廷琛之前送给你的钻石手链给砸了，我就一生相信你说的一切。你的朋友真的只是朋友吗？周廷琛高高在上，我呢？你把我放在哪里？你可以把周廷琛他一个人的性命放在我们杜家所有人的性命之上。你敢说你是无辜的？你敢说你是问心无愧？你们是清白的？算了，反正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和你之前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交易，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。你跟周廷琛呢？什么都没有。你不跟他做交易，你没有跟他玩游戏，但你就是愿意豁出你的命，去为他做一切。我放弃了。我真的放弃了。你满意了吧？允堂，母亲，早。你夜不归宿，去哪儿了？我说不出口是吧？跟周廷琛有关？不是的，您误会了。我误会了吗？你跟周廷琛的事儿，现在闹得满城风雨。允堂被你气得彻夜都不回家，你总该给我个交代吧？母亲，您放心，玉婉和周廷琛不会再有任何瓜葛的。够了！你这些天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。我原来以为允堂的荒唐会耽误了你，今天才知道，你比允堂还荒唐。母亲，你知不知道，允堂小的时候，他父亲打他，他总是嬉皮笑脸，没个正经。可是昨天晚上，他借着气把自己灌醉了，大哭一场，像个孩子一样。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，从来没有。你可以不顾自己的名节，可你不能再伤害允堂了呀！我也不知道他会这样。
玉婉，你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亲自到同府，堂堂正正把你娶到杜家的儿媳妇，你可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，听到了吗？玉婉明白。你去歇着吧。是。真的希望你和云堂能好好在一起，了却我和老爷的一番心愿。